郑丽文访问大陆行程的最高潮，就是直接面对了习近平主席。对于一个地区的在野党领导人来说，要不是统一大业不能马虎，中华民族一衣带水，这种级别最多也就跟外交部部长握握手罢了。话又说回来，习主席除了给面子，如此高规格的隆重接待，背后的目的除了广义上两岸和平统一的鸣枪之外，暗箭是什么？郑丽文受宠若惊之余，真的会投诚过来，成为台湾解放的引路人，还是说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拿着资源回去又翻脸呢？其实答案都藏在两个人的对话里。不要觉得镜头下政治家的冠冕堂皇全是虚的，实际上这里面真的反映了习主席对台湾的态度，对郑丽文的态度，还有就是这位新晋的国民党主席访陆的真正目的。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武仁，感谢你的观看、点赞、关注和留言，你的举手之劳对我非常重要。本期视频呢会结合习郑的演说画面，请大家耐心观看，每一段后面都会有讲解的。郑丽文主席，中国国民党访问团的各位同胞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春暖花开之际跟大家见面。昨天还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今天呢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一个天气，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开篇，习主席也不废话，拿清明节的阴云密语和谈话当天阳光明媚做对比，一个上位者的角度告诉郑丽文，中国政府很高兴，两岸几乎要动武的情况下，你愿意踏出这破冰的一步，真的是拨云见日了，证明台湾还是有清醒的人，还值得和平争取一波嘛。你郑小姐也不错，比那些民进党男人还猛还爷们儿，他们的胆都被吓破了啊，只能远远的狗叫。我很看好你郑丽文，努力加油。既然是清明节，如果真的帮忙搞定和平统一，30年后中山陵旁边自然有你的位置。大家见，时隔10年，这就是我们两党的领导人再次会面。很快的，一下就10年。上次谁在这里？这个对两党关系、两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性。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对郑丽文主席率团来访表示欢迎。中华民族是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实际上还可以往前推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里习主席的意思啊，就是10年前洪秀柱来的时候，我也是超规格接见了。我们大陆非常给面子，但是这10年也只有这次见面重要，只有坐下来这几天有意义，两岸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远了，这不行啊，不符合我的期望啊，所以你得加油啊，郑丽文同志。我现在当你们是中华民族，当你是同胞，所以历史书上有你一份，所以你才能在中山陵前哭灵。但是如果你回去后拿着资源，拿着声望，却不做实事，从民族关系变成阶级关系的反动问题，那我们可就没得谈了。也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引领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尽管历尽沧桑，台湾同胞却始终不忘根在大陆，心向祖国，维系中华。大陆之所以不动武，因为这里面还有明白人，还有很多台湾人其实是可以被拯救的。所以在这里，习主席直接挑明了，不要含糊其辞，不要再做什么中间派了，根在大陆，魂系中华。好听点呢，就是识相一点吧。如果真的到了不得不打起来的地步，那么只有土地才是大家庭不可分割的那一部分了。今天的世界并不太平，和平弥足珍贵，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这是共同心事。两党领导人今天见面，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共同家园的和平安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子孙后代能够共享美好未来。如果前面在唱高调，俯视国民党，加上最后通牒，那这一段呢，就是真正的拉拢了。习主席的意思很明显，只要能推动和平统一，子子孙孙就能共享美好未来。这什么意思啊？还不就是你郑丽文办成事儿，有福同享，资源倾斜，本朝的史书上肯定也有你重重的一笔。虽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郑丽文你得说明白你自己的立场啊。要和平要交流，那你得有诚意。还有就是什么要求明说，虽然你没有资格真的谈，但是既然你都来了，我有信心，你说说看嘛。还有呢，你得明确告诉我，国民党是真的要和平统一，还是穿新鞋走老路？如果是后者呢，那可能就不太好办了。我们愿在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从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上面一段习主席拉拢和诱导，那么最后这段呢，就是定基调。你郑丽文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么大陆只跟你们国民党谈，未来牢牢在我们两岸中国人手里。你们国民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剩下的就没什么不能聊的。所以郑主席希望你继续保持啊。习主席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政治手腕自然高超，面对一省的在野党的领导人，高位俯视，自然胸有成竹，不怒自威。听完习主席的话，郑丽文表现得既激动又局促。他是怎么回应的呢？这些发言，他的发言哪些能看出郑丽文真正的政治意图呢？我们接着看啊。各位领导，大家好。今天贵我两党领导人得以在时隔10年之后共聚一堂，进行交流。此时此刻，我深刻感受到全球关切的目光，以及历史所交付的重责大任，都落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身上。郑丽文开头这段表情还算沉着，但是他双手交合在一起，这个手势表达他的内心还是紧张忐忑的。郑丽文开头主要表达感谢但是他还是强调了我代表的是台湾人民，所以是历史交付的重大责任。
这也是他的野心呢。而且他说我们在座的每个人身上，这也侧面呢将整个圈子画起来了。我们这群人才是人民最好的选择，所以郑丽文呢作为一个下位者，看起来平常的话，其实呢都是在争取拼命上桌的机会。我们所共同面对的是一个高度动荡不安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是一个2次世界大战以来冲突最为蔓延的时代，但也可能是一个各方在痛定思痛之后决心重建和平的时代。台海两岸关系何去何从，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紧接着上文，郑丽文呢并没有急着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政治意图啊，这也是比较高明的地方了。他继续强调自己的位置，拉高自己的价值。他说什么动荡不安的时代，意思呢就是台海问题现在确实有点严重啊，民进党天天折腾，但是呢又是一个有希望的时代。希望呢就是我了，我可不搞那些没有前途没有良心的汉奸事情。我们国民党还是很希望国共能实现第3次合作的，当然这其中也是课题，重不重大何去何从得看你们大陆怎么对我，给我什么样的位置。事实上，两岸的和平与和解也应该只是为我两党携手努力的起点。我们对于两岸人民、炎黄子孙都拥有更大的责任与使命。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胸怀，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这里郑丽文继续强调，国共的第3次合作是有可能的，我们国民党呢一直在努力了，从连战到我郑丽文都很努力。这里开始呢，郑丽文说出了自己的诉求，也暗示了他真正的意图。上面也说了，他要一个位置，光努力点是不行啊，两党的努力只是起点，共同复兴子孙后代，我得带回去一些承诺，才能劝得动那些人，感化我们那些国民党党内的顽固分子，还有党外的那些绿绿们，让时代更进一步，别光戴高帽唱高调，我呢得见到真实的价值才行啊。所以呢，五人我呢也可以在这里挑明了，郑丽文想要一个承诺，但是上面习主席的发言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中国可以认可国共的第3次合作，可以认可你郑丽文，但是资本只有大陆可以给，可你郑丽文没有资格谈，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共享价值还得共享责任，你郑丽文不迈出那一步，有的是人想迈出这一步。大陆的发展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之下，不但实现了完全脱贫，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持续腾飞。“15五”的规划刚刚开局，必将再上新的台阶，值得期待。两岸人民虽生活在不同的制度当中，但我们会相互尊重，也要相向而行。立文相信，和平是两岸共享的道德与价值，双方应该超越政治的对抗，共同的筹思与建构两岸双赢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寻求一套防止以及避免战争制度性的解决方案，使台海成为世界和平解决冲突的典范。这里呢，郑丽文表面上夸习主席治国有方，但实际上就是要再要利益。我郑丽文已经看见了，你大陆真的有钱啊，所以我们台湾
也得是这样子。而且呢，我们这些倾向于和平统一的，甚至接受解放的，要拿得更多才行啊，这样才有前景可谈。接着郑丽文也敢小小威胁一下，说什么不能打仗啊，打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里呢，除了我应得的地位，不管解放还是统一，我还有我的国民党得在台湾有实权，这才是制度性解决方案。你们大陆得给出真正的实惠。其实到这里已经能看出郑丽文的真实目的了，他没有直接投诚的意思，借着中国的影响力搭台唱戏，提升他在竞选中的优势。至于真正意义上推进台湾问题的解决，郑丽文其实没有意愿，当然他也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尽管世界越走越极端，甚至于一些人类共享的价值逐渐的被摒弃，但我们会共同坚守人类共享的永续理念，在新能源、疾病防治、人工智慧伦理与应用等等领域上携手合作，以科技来服务人类的福祉，推动世界永续的发展。虽然郑丽文没有想实际推进统一，但他仍然想通过台湾可怜的资本，妄图和大陆讨价还价。这里呢，又讥讽了一下民进党啊，走极端，摒弃价值，不就是说赖清德之流想要搞的台独政策吗？如果大陆愿意挺我郑丽文，我可以在新能源、人工智能上进行合作吗？但是他似乎忘了，这些如今都是大陆的当红行业，具备全球领先的地位。这只能说郑丽文看到了大陆的发达，但是还沉浸在台湾曾经发达的梦里。我们也能看出来啊，郑丽文作为湾湾的政治人物，多少都有点视野狭隘、井底之蛙的感觉了。为我两党应该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人类文明的融合与繁荣树立典范。立文期待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两岸和平的制度化，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应该进一步的筹划与建构具制度性与可持续性的对话与合作机制，使两岸的和平发展走向不可逆转，从根本上消除所有的冲突诱因。如果各位还没有对郑丽文死心，那么这里的发言就定下了基调了。郑丽文除了骗他话，那些不要成为冲突焦点，意思呢就是别打仗，我们是一家人，但是不进一家门。可是大陆呢，你千万不要踹门哟。我们呢都有智慧，有智慧就别动武嘛。我郑丽文认9·2共识，我国民党呢不会台独，但是我们只对话合作，只要维持现状，除了别打仗呢，我们不太想再进一步。可惜这些都是郑丽文的一厢情愿罢了。如果他真的是我们所期望的，那在只言片语之间总要说点哪怕是统一是结果、统一是未来之类的话，看到最后显然没有的。或许更多人愿意相信，表面上郑丽文不可能说出要成为带路党的誓言，发誓当叛徒这种事儿呢，只能在后台进行。但是放在如今这种局面下，解放军进入攻台准备期的倒计时，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严重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呈压倒性优势的时代，一切的资源、条件、待遇都是有条件和有时间表的，越是拖延越是犹豫，获得的价值也就越小。像郑丽文这样的仍然端着所谓两党平衡的幻觉，最终只能被其他的代理人快速取代。好了，本期的分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和关注。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五人，我们下期再见。